电钻响，黄金万两。大家好，我是安卓工小米。今天呢，给这个客户装一个燃气热水器，这也是老客户了。前几天刚刚给他家装的画。有啥东西不知道？我过来的比较早，预约的打孔师傅呢，他一会儿就到。那我先把这个脚阀给装一下。说曹操就到了。曹操带的兵器还这么全。咨询了客户，他这边做的是上走水，那就要观察一下吧，看这个线路和这个管路走向，确定我们打孔的时候万无一失。先让打孔师傅确定高度，然后把烟孔开好，然后我们再装机器，因为这个地方距离有限，装好热水器还要拆下来，那样就比较啰嗦了，还不如一次性先打孔，再挂机器。这打孔的师傅也是个全才啊，那才艺比我的都多。前几天跟我一起洗的热水器，大家还有印象吗？打这个孔也比较费劲啊，打了有10几分钟。毫无疑问，这墙体里面肯定是有钢筋啊。就在快打透的时候，师傅说怎么虚虚软软的，推的时候还有反弹。出去看了一下，不放心，其实就是保温层嘛。他害怕的是外边万一有管道了或者什么的。就差这一项目，刚才再来这一下子不用开窗。屁！没搞过呢，一孔天然气管，正好把那个 PVC 管旋断了，黄黄的，管子全露出来了。啊，你打的？啊！哎呀，你人才！那都我们几个。再稍微来一点，蹭一冒火就爆炸了。用这个收集袋非常的好，这都是精华。墙体总共30公分厚，这个保温层差不多有10公分。有经验的老师傅打孔的时候，角度稍微倾斜一点，防止雨水倒灌。烟孔打好，现在我们测量机器的高度，直接就挂机了。上下各固定一个膨胀螺丝。哇，58个。孔画好以后，我也要用水钻了，不过咱玩的是个小水钻，打个8毫米的孔，上下各打一个。然后用3角钻头加深。在我们北方买燃气热水器啊，一定要买那个带防冻的，如果不带防冻的话，一定要加装一个防冻那个风帽，要不然冬天的话，到了零下20几度的时候，这个热水器倒灌进来的冷风就可以把水箱给冻裂了，每年都会冻裂好多。朋友说了，你看那银行门口啊。装修为了美观，在墙里边留了一个 PVC 管，穿这个燃气管，但是现在发现这个管太难穿了，穿不进去，这个管留的有点细了。业主帮忙上边推下边拉，老费劲了，终于把这个管是穿过来了。这个天然气表呢是要做一个改动的，因为它只通了一个燃气灶。用燃气热水器的话，还要改装一个3通，然后加一个球阀，把这个管接到燃气热水器那里。对，到目前为止，这个燃气表这么改动的话，我有1年多都没有做了。评论区好多师傅不介意我弄这个，第一，咱没有资质。不过在我们这个地方也没有这个说法，它是允许私自改造。公交公司的吧？因为有最后一关，就是燃气公司会过来验收，不合格的话，它是不会给通气的。做完以后，用这个洗洁精的泡沫，把这个接口全部都刷一遍，看一下有没有漏气的地方。再一个就是柜子里面会有个漏气报警器。淋冷水的热水器呢，都要加装个这玩意儿。这是一个燃气热水器的淋冷水的一个单向阀，就是热水，它没热之前，就是它自己工作的时候，会把这个热水通过单向阀挤压到这个冷水管里面。当你使用热水的时候，这个管里面就充满了就是热水。这个单向阀呢，就给它加到这个卫生间这个最远的地方。如果加在厨房的话，那个距离太近，就是最远的地方只有卫生间。
这个东西有利有弊吧，虽然是节约了水了，但是一样它浪费了气。安装好以后，通气测试一下，温度调个40多度。这个根据客户自己的需求，以后可以自己设置温度。这会儿本来要干完了，然后客户说：“哎，那天挂画的时候啊，有个镜子忘了，说把这个镜子要挂在这个墙上。”这无疑就是一个顺手的事儿了，把它挂。这个镜子的安装高度呢，就是以这个门套高度取中，安装在这里。哎，这个位置还是相当的合适。但是你去看史密斯，在这小区干活是要掐着点的，因为这小区收费，所以说干完了赶快就撤。喝水行？我会再去敲水泥去。